大家好，欢迎回到任我行天下。上一期视频我们聊了巴塞罗那的主要打卡景点，这一期视频是下集，接着介绍巴塞罗那的观景点，一些很有意思的小众景点和衣食住行的攻略。在巴塞罗那，如果要登高望远，看看城市风景，哪里最好？咱们就先聊聊几个不错的观景点。上一期视频咱们讲过，在巴塞罗那大教堂顶上和古埃尔公园都能看到一些城市风景。不过要说看巴塞罗那全景，还是要首推蒙锥克山。这个蒙锥克山有173米高，在老城西南边一点，面积不小。山顶的南边有个城堡，从城堡上可以看360度的风景。从东边的海港到老城区，到西边的圣家堂，一览无余。另外，当年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的很多场馆就在蒙锥克山上，有时间的话可以去参观一下奥运展览馆，再找一找当年14岁的伏明霞跳水的那个泳池。上蒙锥克山要先坐轨道车到半山腰的缆车站，然后再坐缆车上到城堡旁边。蒙锥克山的北坡上是加泰罗尼亚国家艺术博物馆，也叫国家宫，很漂亮的个建筑，里面收藏很多加泰罗尼亚和西班牙其他地方的各种画作、雕塑、壁画等等好东西，喜欢艺术的同学可以进去看看。博物馆前面的大露台也是个看风景的绝好的地方，正对着的是象征着加泰罗尼亚的4根白色罗马柱。再往前看是西班牙广场和广场前的2个红色威尼斯塔。再往远看是整个巴塞罗那城和城西的蒂比达波山，不能错过的美景。除了蒙锥克山以外，还有一个观景的地方也很不错，叫焦糖山，是城北的一座小山包。当年西班牙内战的时候，这里建了很多防空的碉堡，所以这个景点现在叫焦糖山碉堡。从这里往南望，圣家堂、巴特罗之家，一直到地中海滨，整个巴塞罗那城就在眼前。不过焦糖山据说天黑之后不是最安全，要注意。从焦糖山再往西，离市中心更远的地方还有座山叫蒂比达波山，山高512米，是巴塞罗那的最高峰了，有轨道车可以坐上去。在这里不光可以看到更全的巴塞罗那的城市风光，而且山上还有几个景点，一个是巴塞罗那地标之一的圣心教堂，顶上有个耶稣圣像，还有一个古早风格的游乐园可以玩耍一下。另外山上还有那个288米高的通讯塔，上面有个观景台，应该是看巴塞罗那城市远景的最佳视野了。喜欢看博物馆的同学们，除了前面提到的高迪故居和加泰罗尼亚国家艺术博物馆以外，巴塞罗那老城的毕加索博物馆可以去一下。毕加索博物馆在世界上一共有3个，另外2个，一个在巴黎，另一个也在西班牙南部毕加索的出生地马拉加。巴塞罗那的这一个里面主要是毕加索早期的作品。好了，到这里巴塞罗那的必打卡景点就差不多了，下面再说几个小众一点但其实也很有意思的地方。一个是圣十字保罗医院，大家要问了，一个医院有啥好看的？好看，真好看。这一片楼有100年左右的历史，和高迪的建筑都是一个时代的，也是加泰罗尼亚现代派的设计。原来确实是一直作为医院在用的，2009年政府决定不要再毁文物了，搞成了个博物馆。大家可以看看这座医院的里里外外，哪像个医院，说是座大学或者主题公园还差不多。是不是在这种欢快的环境里养病，恢复的也会快一些呢？巴塞罗那还有一个要去的地方是诺坎普球场，对于足球迷来说，这里其实一点都不小众。大名鼎鼎的巴萨足球俱乐部从1957年开始，主场就是这里。球场容量近10万人，是西班牙和整个欧洲最大的体育场，世界第4。体育场里面有个博物馆可以参观。最后说一下巴塞罗那的凯旋门，这个凯旋门其实也是个巴塞罗那的地标，在老城东北角，是为1888年巴塞罗那世界博览会建的。这个凯旋门的设计很有西班牙特色，穆斯林情调的摩尔复兴风格。
大门顶上是当年的西班牙其他49个省的省徽。穿过凯旋门往南走2分钟就是城堡公园。这个市中心的公园没有马德里的丽池公园那么大，但是也有喷泉、小湖、绿草地，是当地人会逛的公园。里面还有个动物园和加泰罗尼亚议会。好了，巴塞罗那的景点差不多就是这些了。那下面咱们聊聊衣食住行的攻略吧。天气的话，和西班牙其他地方差不多，巴塞罗那全年都好玩。不过因为巴塞罗那是个旅游热点，夏天去的话人会很多，有条件的话春秋天去比较好。巴塞罗那挺好玩的，行程上至少要准备2天打卡景点，最好再加上1天看看小众景点，登高看景，或者就闲逛一下。巴塞罗那是个大城市，交通很方便，公车地铁四通八达，出租 Uber、Bolt 也都有。如果坐公交比较多，可以买个巴塞罗那交通卡 Hola Barcelona Travel Card， 交一笔钱无限畅坐，或者买那个巴塞罗那卡 Barcelona Card， 除了交通以外，很多博物馆和景点都免费或者打折，大家可以自己算一下看看划不划算。说到景点门票，巴塞罗那挺多地方要票的，还不便宜，所以大家要看看自己的时间来安排优先级。比如说米拉之家和巴特罗之家，如果不是对建筑非常感兴趣，可以考虑只看看外景，不用买票进去。西班牙的美食本来就很好吃，在巴塞罗那就更丰富了，这里就挑几个说说吧。首先，海鲜饭帕亚。其实帕亚饭是从瓦伦西亚起源的，但在巴塞罗那又发扬光大了，变成以海鲜为主，所以一定要尝一下。不过在巴塞罗那的海鲜饭很多都不用番红花调色，所以不是黄的不代表不正宗。巴塞罗那和其他西班牙城市一样， tapas 小吃文化深入骨髓。比较有特点的有炸小丸子，包着肉馅的炸土豆球，想想就很香。还有招牌的番茄面包，其实就是番茄、盐和橄榄油抹在面包上，配着火腿吃，很有特色。如果你是10月份万圣节到12月份秋冬时节去玩，还可以尝尝巴塞罗那的传统小吃烤栗子，和咱们的糖炒栗子对比一下。住宿嘛，还是那句话，根据个人喜好和钱包来。住在老城的哥特区和波恩区附近，可以深度感受老城韵味，但是游人会比较多。如果想要稍微安静一些，可以住在艾西安普雷区和格拉西亚区，这2个区也更接近当地人的生活，餐厅也多些。艾西安普雷区还是购物的好地方。如果想要夜生活，就住在波恩区和巴塞罗内塔区，晚上灯红酒绿的很热闹。总之，巴塞罗那是个非常多彩的城市，人们常说的梦想之城。它的历史、文化、风景、美食都非常多元丰富，既古老又自由，既有文化底蕴，又充满活力，有可能不适配，但绝对不乏味。好了，巴塞罗那就介绍到这里了。下一期视频我们会介绍巴塞罗那周边1日游有哪些好玩的地方，敬请期待。多谢大家观看，喜欢的话请点赞、订阅、评论、转发。